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米兰。中共四中全会刚落幕，北京风向突变，一边是官媒重提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另一边是军中传来重磅消息，前空军司令上将马晓天传出被捕。这位踩着许其亮脚印一路上升，和习近平军改关系密切的红二代将领，如今被指出事，成了继何卫东、苗华之后又一名军委级落马。接连3位上将倒下，中共内部的军中风暴第二波正式引爆。但军方还没喘口气，党政系统又传地震。清华系要诀，前清华大学校长王锡勤被连降3级，人大职务全数被撤。与此同时，中组部旧部曹兴信被判12年。前湖南省委书记许达哲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3条线索一个核心，全都指向习近平。有人说，这场清洗不是反腐，而是倒查习时代的政治血脉，倒查清华帮，倒查航天系。而那句2035年的口号不是国家愿景，而是习近平为第4任期预留的政治时间锚。日经亚洲资深编辑中泽克二直言，这是习近平在为2027年的中共21大铺最后一条路。2035不再是发展目标，而是权力的倒数计时。从枪杆子到用人权，从军队到学界，反习派的回击已经从点成面，由面入骨。中共四中全会结束后的中国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这场言刃博弈正在全面开打。中共四中全会刚结束不久，一个看似老掉牙的口号又被拿出来重提，那就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一般民众来说，这不过是中共惯用的政治话术，但在观察者眼里，这句话的时间点和内涵都暗藏玄机。日本日经亚洲高级编辑中泽克二指出，这其实是习近平为第4个任期铺路的讯号。2035年不是远方的愿景，而是2027年中共21大之前，习近平为自己打下的政治伏笔。10月下旬，北京的政治舞台依然被四中全会的余震笼罩。会议的官方说法是讨论“15+5”规划，也就是2030年前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路线，但真正的焦点却在一个熟悉的数字上，2035。这不是第一次听到2035这个年份，早在2017年中共19大上，习近平就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愿。当时这被视为一次政治秀，要让刚上任的美国总统川普看到中国亮爪的姿态。据日经披露，习近平的亲信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何毅廷在访日期间向日本国会议员透露，这个原本定在2049年的100年目标，被习近平亲手往前推了整整15年。那一年，北京信心满满，认为中国速度可以提前完成历史任务。可谁也没料到，这番话成了中美贸易战的导火索。1年后，川普政府对中国开打关税战，全球供应链为之震动。7年后的今天，历史又一次兜了个圈，回到原点。习近平再次高喊2035，但这次不再是冲美国亮爪，而是对内宣示，他打算继续坐稳中南海的宝座，至少到2027年21大之后。对习近平而言，真正的压力不在四中全会，而在2年后的中共21大。那一年既是“15+5”规划的中途，也是他能否打破党内潜规则，连任中共第4届总书记的关键时刻。如今军委空缺，经济低迷，外交孤立，内部信任消耗殆尽，这些问题都在等着他一一应对。中共四中全会所谓的团结胜利，更像是一场延迟的战役。习近平没有在台上庆功，而是在计算下一步的时间表。2035不只是国家的蓝图，也可能是他个人的历史任期。就在中共四中全会刚落幕，北京的权力走廊还没从军委9上将被斩的震撼中回过神，新的爆料又砸了下来。这次是中共前空军司令上将马晓天。
10月29号深夜，自诩中共军政高层追踪者的独立记者赵兰健在社群平台 X 上发布一条简讯：马晓天已被捕。一句话瞬间引爆舆论。这位曾多次提前揭露军中整肃事件的前媒体人强调，这条消息是经过新华社核实的。这句话的分量不轻，赵兰健的履历让人不得不注意。他自2023年以来，曾连续12次准确预言中共高层人事震荡，从火箭军司令杨辉、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到何鸿钧、秦树桐、林向阳、王厚斌等人，都最终被证实落马。他以不站队、不带资本、不替党说话为口号，自称只为真相服务。如果这个消息最终被官方证实，那么这将是继何卫东、苗华之后，又一名曾坐进中央军委的上将被抓。这不只是清洗，这是军中高层的第二波地震。马晓天1949年生于天津，出身于红色家庭。父亲马载尧是中共建政初期上校，母亲田薇是北满独立二师的老干部，妻子张某则是中共军纪委原副书记张少华的女儿。家族3代都在军中，标准的红二代系统，是典型的大院子弟。他1965年参军，从飞行学员一路飞上空军司令，历任南京、兰州2大军区空军司令员、国防大学校长、副总参谋长，几乎是从实战飞行到战略教职，再到军委核心的完整上升轨迹。马晓天的仕途几乎踩着前中共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的脚印往上走。2007年，许其亮离任副总参谋长，马晓天随即接任。2012年，许其亮转任军委副主席，马晓天又在同一年接手空军司令，5年2次接棒，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谓密不可分。许其亮当年是习近平军改的重要推手，两人共进退。当许其亮今年突然离世，外界传言他走得蹊跷，坊间甚至传出戏剧化的说法，许其亮死于张又侠与他的一次当面冲突。这种说法虽难以证实，但至少说明张又侠和许其亮他们之间是一种敌对的关系。有时评人指出，马晓天被查是不是因为他和许其亮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卷入了军队之中的大清洗，被波及到？这个现在很难说，我们只能说现在我们能够了解到的相关的背景，马晓天看起来和许其亮是一条线上的人。马晓天是在2018年退休后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与许其亮不同，马晓天没有转型为政治顾问，也没被安排进中共人大或政协任职，这在中共高层将领中极为罕见。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早已是边缘化的信号。马晓天案的真相也许暂时无法由任何官方说清，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共军队中的整肃正从福建帮蔓延到许其亮旧将，从火箭军延烧到空军。这不仅是一场权力清洗，更像是一场心理战，让所有将领明白，没有永久的靠山，只有暂时的安全。据香港零一报道，10月28号，中国联合网络通讯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曹兴信被控受贿逾2675万元，被囚12年，并处罚款200万元。官方信息显示，2005年至2024年的20年里，曹兴信利用担任中组部干部、4局副巡视员、副局长、公务员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巡视员、公务员3局巡视员、副局长、中国联通集团副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进行权钱交易、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曹兴信收取贿赂2000多万元，跟动辄上亿的贪官相比并不算大。他的落马与中共内部政治斗争的风向有关。他长期在中共中组部任职，而前中组部部长陈希是习近平的大学同窗、清华系和闽江新军主要成员，也是习的重要亲信之一。近年来，多名出事的中组部高官都和陈希有交集。去年3中全会，习近平被传中风倒地之后，大批习家军遭到了清洗，而曹兴信
就是其中一个。当时外界推测，曹兴信被调查，剑指陈希。10月28号晚，新华社发布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号公告，王锡勤辞去中共全国人大代表，并终止其中共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职务。57岁的王锡勤是清华校友，长期在母校工作。2022年2月，他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但不到2年，他于2023年12月卸任清华大学校长。随即调任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今年10月3号，《星岛日报》报道，该基金会官网近日更新，王锡勤不再担任该基金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动向不明。从清华大学校长的副部级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再到去职，如今中共人大代表资格已终止，常委及专委副主任委员职务也同步终止。这3连将的组合拳，节奏紧，级别实。有分析认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剑锋所指就是他背后的前清华大学校长、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以及更深处的陈希。这是对习近平整个清华系人事布局的公开挑战和否定。潜台词就是，你们提拔的人不可靠，有问题，我们要重新审查，重新洗牌。这等于是在变相接管中组部的人事主导权。与王锡勤同时被免去中共人大代表资格的，还有中共前湖南省委书记许达哲。把时间线往前拉，许达哲不是现任军工大佬，但他是航天系统4杰之一，与马兴瑞、袁家军、张庆伟并称4杰的象征性人物，履历横跨航天科技、航天科工2大集团，后转入地方主政湖南。这次人大罢免，在军中9上将处分后紧接落地，信号很直接，追责不止军内，还要沿着军工、地方双向倒查。许达哲已经是退居2线好几年了，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还要翻他的旧账呢？这说明反习派的清算根本不在乎你现在干什么，他们要的是政治溯源，把你和习近平绑定的所有历史功绩都变成你今天被清算的罪证。此时拿许达哲试问，目标是坐在中共政治局委员高位的马兴瑞和重庆市委书记的袁家军，他们在军工系统几十年互相抬轿子，也都是习近平亲手提拔起来的封疆大吏。整个航天系统被证明是个贪腐的烂泥潭，从上到下都烂透了。有分析指，许达哲的处置更像是抓末端震前端，先拿已离开一线的人开刀，压力自然传导到现任的政治局委员。尤其重庆在中共4中全会后，首虎江敦涛落马，市委书记袁家军立刻表态，显见承压明显。2035时间锚的反复强调，构成了习近平通往2027的政治路线。中共21大继续连任，但军委席位悬空，经济下行与对外压力并存。反习派从军队到军工，再到地方大员的反复清洗围剿，让习近平的连任梦想岌岌可危。中共4中全会的人事布局不是结果，而是新一轮权斗的开始。您怎么看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